你知道吗？新时代的太空竞赛已经拉开序幕了。这次各国不再只是想办法把人送到月球或是火星，还积极的抢攻一个特定的太空领域，那就是可以实现卫星通讯的低轨道卫星领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场新时代的太空竞赛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几年，很多国家重启了太空探索的任务，目标除了要再次的把人类送上月球之外，还有一个野心，就是要在其他的星球建立太空基地。但要达成这样子的任务，发展低轨道卫星的发射还有运作技术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它不只可以实现透过卫星进行的远距离通讯，还能够让科学家测试一个物体要怎么样脱离地球引力，往其他的星球前进。而除此之外呢，很多专家也看好这项技术能够让现在的5G 通讯更进一步的升级到6G， 让我们的通讯更加的畅行无阻。许多的报告分析指出，卫星通讯领域从2023到2030年之间的年成长率预计会有 9% 以上，到时候全球卫星通讯产业将有机会超过1500亿美元产值。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找了一个数字来对比。2022年台积电全年的营收突破新高，达到了2.26兆台币，大约是70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到2030年卫星通讯领域预估产值的一半，可以想象这会是一块还没有被分食的大饼。不过低轨道卫星可以使用的轨道数量有限使得低轨道卫星几乎可以说是先抢先赢，越慢发射卫星越难活在这个市场上面。因此呢，无论是国家还是大企业，都在争相的抢攻这个新领域。而马斯克的星链 Starlink 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我们台湾也积极的研发跟抢进这个产业。今天这集我们会聊聊卫星通讯究竟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大家抢着发射的低轨道卫星又为什么这么重要？接着就让我们开始吧。要了解卫星通讯是什么，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一般的通讯是怎么运作的。一般我们用手机打电话或是上网的时候，讯号会从手机发送到附近的基地台，再传输到伺服器或是联络对象那边。那这样的方式呢，因为都是透过地面的设施来传送，所以又叫做地面通讯。这种方式呢，如果遇到了我们的所在位置比较偏僻的情况，附近没有基地台，那就会无法上网或者是打电话。不过这个时候卫星通讯就派上用场了，透过俗称小耳朵的蝶形天线，我们就可以接收或者是传送来自卫星的讯号。概念上，卫星就有点像是飞在高空当中的基地台那样，负责接收还有传送讯号，所以即使这个附近很偏僻，没有地面基地台，一样能够进行通讯。而事实上，卫星通讯并不是这几年才开始有的技术，它其实已经发展了很久，只是最近几年才重新红了起来。卫星通讯的概念呢，其实早在美苏太空竞赛的时代就已经诞生了。1945年，知名科幻作品《2001太空漫游》的作者亚瑟·克拉克就已经提出了透过人造卫星传送讯号的概念。而12年之后，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证实了这个想法是可行的。地面的科学家的确可以跟人造卫星互相传送讯号。而在经过8年，1965年，美国成功的建立了全球的第一个卫星通讯网络，让他们可以透过人造卫星联系西欧各国进行跨国洲际通话。而随着最近几十年的科技发展，卫星通讯已经不再只是个概念，在我们生活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卫星通讯的应用。举例来说，如果你在高山上面或是极地探索的时候，只要打卫星电话就可以对外求救。另外，搭乘飞机的时候呢，可以在飞机上面上网，就是仰赖飞机的顶端呢有一个凸起的领域，那就是负责传送跟接收卫星讯号的天线。现在就连一般的智慧型手机，包含了 iPhone 14，都已经有卫星通讯的功能了。卫星通讯呢，大概有几个重要的特色。首先，卫星通讯跟地面通讯比较起来，会有比较明显的传输延迟的状况。因为需要把讯息送到人造卫星，再由人造卫星传送到这个地面接收站，所以呢，跟传送到地面的基地台相比，讯号要走的距离就远蛮多的。也因此呢，卫星通讯会有一些时间延迟。而这样子的延迟呢，就不适合像是股票交易啊、玩手游或是线上游戏。因为如果使用卫星通讯的话，你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延迟，最后输了游戏或是错过了好的交易。所以如果是要及时取得资讯，一般还是会透过地面通讯来连线。第二个特色就是卫星通讯覆盖的范围很大，一颗在太空当中飞行的卫星，它可以处理通讯的范围比地面的基地台大很多。
第3个特色就是因为它不需要仰赖基地台或者是电缆，所以就算在偏远地区或是地面基地台或是电缆因为天灾或者战乱而被破坏的时候，卫星通讯仍然能够稳定的运作，保障人们在各种环境之下的通讯需求。那话说回来，最近几年各国争相发展的这个低轨道卫星又是什么呢？它跟过去几十年的卫星通讯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其实低轨道卫星跟卫星通讯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前面提到，卫星通讯是一种技术，指的是透过人造卫星传送讯号的通讯方法，而低轨道卫星则是一种通讯装置。有低轨道卫星，当然也就有高轨道卫星。一般来说，人造卫星可以根据它飞行的高度分成3.6万公里以上的高轨道卫星、2000到1.5万公里高的中轨道卫星，还有2000公里以下的低轨道卫星。而这几大类人造卫星都可以扮演高空基地台的角色，进行卫星通讯。高轨道卫星一般体积都很大，因此发射成本也最高。那也因为飞行高度也较高所以呢也比较会有明显的讯号延迟。所以一般呢是用作地球的观测转播电视等等，比较不用那么的准时，或是成本效益比较高的任务。而中轨道卫星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我们平常用的 GPS 定位、导航等等的资讯。那低轨道卫星的体型相对比较小，发射的成本也相对较低，也因为高度最低，通讯延迟最短，所以比其他2大类的卫星更适合用来通讯。至于为什么低轨道卫星在最近这几年变成热门领域呢？这主要是因为近年制作卫星的成本下降，发射跟控制技术也比几十年前进步的关系。过去的中高轨道卫星的技术门槛很高卫星的造价也很贵，往往只有美国还有俄罗斯这种太空强权才有办法负担。有一些先前试图加入卫星通讯的公司，都因为成本太高而破产。而现在的技术门槛跟制造成本都降低很多，再加上低轨道卫星也被认为是5G 通讯升级到6G 很关键的技术，不只是可以减少市区讯号的死角，让偏远地区有讯号，甚至是遇到天灾或者战争的时候都不用担心会断线，因此吸引了很多国家认为这值得投入资源。此外，国际太空站的高度也是落在这个范围，也因此呢，低轨道卫星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跟开发太空探索所需要的硬体跟技术，包含了要怎么样让卫星脱离地球引力，以及怎么样在太空当中进行通讯等等。综合这些因素，未来可能会蓬勃发展的低轨道卫星领域，吸引了传统太空强权，还有其他过去无法参与太空领域的国家纷纷投入研发，期望在这个新兴领域当中抢得先机。目前全球4大低轨卫星营运商包含了美国的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还有 Amazon 旗下的 Kuiper， 以及英国和印度的 OneWeb， 还有加拿大的 Telesat。其中呢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那2家公司。目前星链已经开始提供服务，而 Kuiper 呢预计要在2024年开始提供服务。而除了卫星通讯服务很重要，但这个领域里面呢，还有卫星发射、卫星制造以及卫星地面设备等等的面向。目前全世界已经有60到70个国家想要参与这个领域，想要在这个新兴领域夺得先机，就连台湾也不例外。近年来呢，低轨卫星的领域的兴起，正好给了台湾的太空相关产业一个发展的好机会。例如8年前就开始研发的台湾第一颗自制气象卫星猎风者就是一个例子。这颗低轨卫星目前已经开发制造完成，预计今年的10月就要发射。而从2020年开始，政府启动了 Beyond 5G 低轨通讯卫星计划，目标就是打造2颗国产通讯实验卫星，最快2025年就可以发射升空。这个计划已经资助跟培育了8个研究团队，以及280多名相关领域的硕博士生，也成功的自制了不少通讯卫星的重要元件，让本土低轨卫星领域向前迈进一大步。那根据国科会的评估呢，光是卫星通讯的地面设备部分，产值在这几年就会大幅的增长。2022年的成长幅度已经超过 20%，2025年的总产值呢，将有机会达到新台币3000亿元。而这个计划的成果，除了直接带动经济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相关产业将会把卫星的各种应用逐渐的普及到民间，包含了像是国土规划、防灾观测等等的卫星影像加值服务，还有海事、偏乡通讯、车联网、无人机等服务，这些都会因为低轨卫星还有卫星通讯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普遍。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团队有很多人觉得太空科技真的离我们好远，毕竟我们不是太空科技的强国，这个领域不只投入成本高，还需要精湛技术。如果投资失败会损失很多的资源，所以直觉上面很难理解，我们有必要在太空领域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吗？
不过在研究完之后呢，我们才了解到低轨道卫星跟卫星通讯是一个很大的新市场。自己的国家投入这个产业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不只有机会可以掌握技术先机，协助产业持续的升级，维持国际上面的竞争力。而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呢，自己国家拥有技术，不用依附其他的国家，也有机会能够让我们享受到比较便宜便利的服务，也可以保障通讯更安全，不用担心有国防安全的疑虑。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想要来问大家，你最期待看到低轨道卫星的哪个应用能够成真呢？ A. 让卫星通讯普及化，即使遇到天灾或是战争都不用担心会断讯。B. 整合地面通讯还有卫星通讯，即便呢在这个市区大楼很多的地方也不用担心有讯号的死角。C. 低轨道卫星加速外太空探索的进度，让人类可以殖民月球跟火星。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低轨道卫星是新的太空科技战场。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以及太空旅行时代来临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